Hello，大家好，我们今天再来读一小段《六祖坛经》，我们延续昨天的进度哈。昨天呢，五祖弘忍来到六祖慧能工作的后院，跟他见面，问他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要传法了。那慧能都听得懂五祖说的话，所以他就说：“我早就准备好了。”但是呢，现在就等老师的指点了。那五祖就想说，好。所以呢，他看到慧能已经懂了他的意思，而且呢，慧能也通过了他的考验，慧能也提交了诗句该做的作业他也都做了。接下来呢，五祖就敲了三下法杖敲了三下，那慧能就听得懂他的意思了。所以他们讲话都不用讲白，可是呢，双方都明白彼此的用意。你看，慧能即会主义这也是在暗示说，慧能和五祖弘忍彼此都是已经见性，就是内心的智慧很通透。所以说，就像前面讲的，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就遇到所有的情境呢，用自性智慧都能够明白背后的真实的含义其实，在我们也很难得能够看到这种祖师与祖师之间的互动。那从五祖和六祖之间的互动，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那一种有智慧的人在互动的时候的那样子的氛围彼此都能够明白对方的意思，不用太多的语言表述，也不会误会别人的意思。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在学习这种东西。有时候学习呢，如何能够不用透过太多的言语，就能够明白一个人或一件事情背后它真正的本质和内涵。比方说，你见到一个人，你从这个人的频率，从他说的话、做的事情，还有将心比心体会他背后的心态，你就能够从内心的直觉中就能够感受到一个人的频率，还有他的用意。最起码你能感受到他是偏好还是偏不好。那如果我们感觉到这个人的存心不是很好，我们就跟他保持距离。那如果我们觉得一个人相处起来很舒服、很欢喜，那我们就可以多跟这样的善知识互相交流、互相认识、互相学习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嘛，就志同道合的人。那慧能呢，依照跟五祖的约定，晚上的时候、半夜的时候，为什么半夜呢？因为传法这件事情不能让其他人知道。一方面，其他人如果知道五祖决定传法给六祖慧能的话，那大家一定是天翻地覆啦，要来抢了。所以说，挑选在安静的时间，半夜的时候呢，慧能呢就来到了五祖的房间祖师室进入到登堂入室了。在《论语》当中有一个典故就是孔子说那个子路就是性情比较急躁嘛，然后呢，孔子就评论子路说用这个登堂入室来比喻一个人修行的境界，就是说，子路呢，你已经进入到大门以内了，但是还没有进入到房间里面，就是入门是第一步嘛，入门之后进到大厅，就是初步的领悟了。但是从大厅要进入到房间里面，进入到祖师室里面的话，那是更深一层。那个时候孔子就评论子路说子路就是登堂，但是还没有入室。对，那五祖的话评论神秀是连入门都还没有，他连门都还没有进来，更不要说入室了。那现在的话，六祖慧能已经是登堂又入室了所以就是用这个来比喻那个修行的领悟的境界，就是你内心对于自性菩提自性领悟到什么阶段了。那时候子贡，《论语》里面子贡也有一段譬喻刚讲是子路嘛，子路是性情比较急躁，那子贡的话是对于这个政治方面，而且他做生意方面很厉害。那这个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子贡各方面的才华都比孔老夫子还优秀，就觉得子贡各方面的能力显现出来，都觉得比孔子优秀太多了。这时候子贡就告诉这些人说，他用一个比喻来说呢，我呢，他用这个
一样用这个登堂入室，一样用这个家里的环境来譬喻一个人修行的境界。他说呢，你们之所以会觉得我子贡很有才华、很厉害，那是因为呢，我家的围墙比较低，所以说你们能够看得到里面我家里面我的庭院啊，我的房子啊，我的装修啊，富丽堂皇，所以你们就会觉得说，哇，我很有钱，我很好，我很有才华。他就是用有形的这个房子的资产来比喻内在的修行。然后他就说啊，孔老夫子呢，因为他这个孔老夫子修行的境界呢，他的围墙很高，他的宅院是更宏伟的。可是呢，因为太宏伟了，围墙很高，一般人看不到里面的美好。就说你没有入门，你没有登堂入室的话，你就无法知道里面的美好。就是在譬喻一个人修行的境界，就像六祖坛经里面，如果你一个人没有明心见性，没有悟自性的时候，人家跟你说弟子自心常生智慧，哦，说多好多好，可是你看不见，感受不到，因为被围在门外面，如果被我们的无明遮蔽了，你无法去感受到内在自性智慧。所以子贡这个比喻就是说，并不是我比我的老师孔老夫子优秀，而是孔老夫子太优秀了，你们看不到墙壁背后他内在的好，你们才以为孔老夫子很普通。而我家的墙壁没那么高，没那么宏伟，所以说你们刚好看得到里面的装修，你们以为我才华很好，其实我是普通而已。真正深藏不露的，我的老师孔子才是深藏不露。所以其实修行的境界就是这样，有时候修行到很深的境界的时候呢，反而呢，一般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那看不出来的情况之下，他就认为说，也是普通人而已，他看不出你有什么特别的。那一般我们会看到一些老师或看到一些什么人很厉害、很优秀的，有时候呢，就像子贡说的，因为他的富丽堂皇，你容易看得到。那真正深藏不露的人，除非你已经达到那个境界了，比方说你的境界也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所以你能够看到，你能够入门，能够登堂入室了，你就知道，哇，这里面更宏伟，更是叹为观止，里面的内涵更是深藏不露，智慧如海这样子。你没有进入，就像一个宝藏库一样，门没打开之前，你根本不知道里面的宝藏是多是少，看不到的。就这个道理。所以说，刚刚提到的登堂入室的譬喻，还有就是子贡说这个围墙，看得到围墙是因为我的境界还不够高，你们看得到里面。那我的老师境界更高了，你们没有那么轻易的能够体会到他内在的智慧的水平到什么程度。所以这边的话就是联想到这个东西，就是古时候的人都用这个入室，进入主事室，登堂入室来比喻一个人修行的境界。好，那慧能进入主事室之后呢，五祖就用袈裟把所有的门窗围起来了，不要让人家看到。一方面呢，不要让人家看到是谁，就是他传法给谁；一方面也不想要让人家看到或听到说这里有灯亮着，就是不要让人家知道。所以说有时候在做这个传法动作的时候呢，他会把整个房间围起来，因为传法的东西，人家说隔墙有耳，不要被隔壁的人给听到了。有资格的人，你才能够得到这个真传。没有资格的人，有时候你听到了，你听到的意思不一定是正确的意思啊。就是说，眼看不一定为真，耳听也不一定为真。那像五祖弘忍跟六祖慧能，他们彼此讲的话不用直接讲，可是彼此都能够明白双方的意思。所以传法也是这样子，不适合的人，你跟他说了很多，可是他不一定能够听得懂，有时候还会误会你的意思。那这样有时候会反而产生反效果。好吧，那我们这边就先聊到这边，剩下的内容我们就明天再聊咯。有兴趣的人可以再关注我们后续的更新。好，拜拜。